上一代影视的360 Go3相机，其实我非常不看好，因为它的视频分辨率最高只有 2.7K 画质。而在现在这个环境下，手机屏幕的画质虽然大部分只有 1080p 或者 2.7K， 但是 4K 视频在整体的观感上还是会好很多。4K 也是我认为所有相机最基础的分辨率，更何况对于某些小底的镜头来说，可能所谓的 4K 画质还不如相机的 1080p 更清晰。那因此这一代 Insta 360 Go3S 即使在机身这么紧凑的情况下，分辨率仍然来到了 4K， 这让我对它有了一点兴趣。首先来给大家简单过一下它的参数，这些是 Go3S 能够支持拍摄的画质、分辨率和帧率选择。那这次 Go3S 分辨率最高支持 4K 30帧，慢动作帧率呢最高支持 1080p 200帧。其实大家看到它这么小的镜头啊，也能明白，这就是一台非常吃光线的阳光机。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你能够得到还算可以的画质，而一旦进入夜间或没有灯光的场景，画面就处于完全不可用的状态。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运动相机、小型摄影机来说，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而 Go3S 由于它的机器形态，我认为它在画质上的问题是瑕不掩瑜的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们就要谈一谈它的形态。Insta 360在设计之初，我就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相机形态。它拥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相机本身只有拇指大小，另一个是用来监看、控制和充电的拓展舱。在还没有用到 Go3S 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样一个拓展舱的设计会有点多余。但是等你上手以后，你会发现它的妙处所在。首先，这个拓展舱最有用的功能就是给机身充电。Go3S 的相机机身电量只有310毫安时，拓展舱有1270毫安时的电量，差不多能给机身充3到4次电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在拓展舱进行一些设置，拍摄模式、拍摄设置、拍摄格式、2倍放大以及相册的回放，差不多这就是拓展舱全部的功能了。这些功能基本上是其他所有运动相机都会有的，所以我在这里也就省略不做详细介绍。总体来看呢，整个功能设置还是比较直观的。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个自定义功能排序的设置，因为很多时候首页的这些功能我并不一定都会频繁用到，而这些功能的优先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。不如加一个自定义的功能设置，让我们自己来选。那言归正传，其中我最想着重说的其实是它的监看。很多朋友拿到这个相机第一次用拓展舱分体监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监视器的屏幕怎么能糊成这个样，基本上全都是马赛克。但你完全不用担心拍摄的画面。监看时的分辨率低，是因为视频的传输需要很大的信息量，而降低码率、降低分辨率是能够保证你看到的画面足够流畅、实时同步。在很多监看设备上都是使用这样的解决方式。那我之前用过的运动相机，比如 GoPro， 它确实可以放在胸前或者头上去拍摄第一人称视角。包括我用 Pocket 3也买了这样一个设备，可以把它放在胸前。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监看的画面，你不清楚自己的构图到底是不是正的。虽然超广角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需要你后期进行旋转裁切，让本来就不太高的画质更退一步。而 Go3S 的分体舱设计让我眼前一亮，它同时提供了拍摄和监看这两部分设备，让我能够在拍摄之前就可以看到画面构图。如果觉得画面构图不对，可以及时的调整，不至于等我拍完了才发现刚刚其实什么都没拍到。我们直观来看，会发现 Go3S 的整体和我们认知中的运动相机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这样的形态我们能看到 GoPro 已经用了20年了。没错，从第一代 Hero 相机2004年9月发布，到这条视频发布的2024年9月 ，GoPro 运动相机这样的形态已经延续了20年，直到最新的 GoPro Hero 13，它仍然是这样的形态。再看一看别的厂商，影视的 Ace Pro 是这样 ，DJI 的 Action 系列是这样，不过也能看到各家厂商在试图逃离这样的形态。DJI 的 Action 2，你可以将相机和另一块屏幕分离 ；One S， 你可以把一个机身分成3个部分。而 Go3S 是我觉得所有运动相机里最独特的一种，因为它是所有运动相机里分体相机体积最小的一个，官方称之为拇指相机，也确实只有拇指大小。而这样的小的体积就意味着你可以用它拍摄出更多独特的视角，因为它极小的体积可以用你的创意去拍摄出各种刁钻的角度。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不同的角度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要比画质带来的冲击力更大一点。当然 4K 还是很重要。那想要实现这些视角，是需要一些配件来帮忙。通过一个磁吸快拆支架和转向架，你可以把 Go3S 固定到任何一个可以夹出的地方。那通过剪翼夹，你能把它夹在帽檐上拍摄第一人称视角。通过磁吸挂绳，你也可以将 Go3S 固定在胸前。另外，这个磁吸挂绳你到手以后会发现它很长，如果你直接就带上拍摄的话，会发现它的视角比较靠下，并不是你人眼的视角。以及女生可能会发现，由于身体构造不同，它的视角并没有那么合适。那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先把它挂在脖子上，这样上下绕2圈，再把剪翼夹磁吸上，将相机装上，简单调整一下视角。
角就能拍出合适的第一人称视角。你也可以根据使用的场景进行上下调整，比如骑车的时候，我想既能拍到车把，也能拍到前方，就可以把它放到最长。而如果我要操作一些东西，就可以像前面说的一样，转2圈，让它尽可能靠上拍摄。续航方面，前面提到它的机身电量只有310毫安时，拓展舱有1270毫安时的电量，能够给相机充3-4次的电。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这样只有3位数的相机电量，也因此它完全没有办法长时间拍摄。根据我的测试数据来看，如果单机身拍摄 4K 30帧视频，单次最长拍摄时间是31分钟20秒。放在拓展舱中使用，拍摄 4K 30帧视频时，会优先使用拓展舱的电量。当拓展舱电量消耗到只有15%的时候，会转用机身的电量拍摄。单次拍摄时长最长时间为2个小时。所以这就决定了 Go3S 的定位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常用来拍摄 Vlog 的主力相机，它的拍摄方式也绝对不是让你拿着一直拍摄。在我看来，它就是在你需要拍摄的时候轻按一下拍摄，在不需要的时候呢就收起来充电。因为它极其小巧的机身和极低的存在感，用来帮你去拍摄一些第一人称视角镜头和特殊镜头。但如果用来作为拍摄 Vlog 的主力相机的话，那它的画质、电量这些方面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胜任。因此呢，它有一个功能叫做间隔拍摄。在使用这个功能时，它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录制一段内容，这样能够极大程度的帮你省略到一些空闲的时间，节省电量。那在拍摄时，你会注意到它其实是内置了很多种不同的摄影模式的，比如运动广角、自然广角、超广角、去微变、窄视角。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些不同视角的广度和能拍摄到的取景范围。那要注意的是，运动广角是不支持倾斜修正的，倾斜修正能够最高支持10度的轻微歪斜画面修正，但是画面会稍微有点裁切，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通过旋转裁切来保证构图，只不过这一步影视在机内就帮你完成了一点点。那 Go3S 有一个自由比例录像功能，可以在后期用影视的 App 去进行调节，可以让你拍摄的视角始终保持水平。还记得前面说的间隔录像吗？你也可以在后期用 App 上的 AI 剪辑帮你自动生成视频。那它还有一个预录制功能，可以保存按下快门前的10到30秒的视频，你可以选择10秒、15秒或者30秒，但还是要记得，无论它提供的这些功能和后期功能如何能够帮你矫正画面，在前期拍摄时都要提前看好画面构图，不然当你拍摄到这样或这样的画面时，无论如何它是帮你校正不回来的。那这一代 Go3S 呢，也更新了一个 Find My 的功能，你可以在手机上就能查找到你的 Go3S。毕竟这么小的相机，如果丢了没有及时发现，确实很难找。那收音方面，你可以听一下在不同场景下的收音效果。现在是用的降风噪模式，你可以听一下我的这个收音质量怎么样。现在是立体声收音模式，你可以听一下我的收音质量怎么样。现在是指向增强收音模式，你可以听一下我的收音质量。不知道你觉得效果怎么样？ Go3S 在静止状态下的收音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降噪模式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降噪，把我的人声也一并消除掉，甚至还不如立体声模式，指向收音的效果也会好一点。不太明白这个降噪功能到底降了什么。那在防抖方面，你可以通过上滑点击防抖来选择防抖级别。Go3S 总共提供了4种防抖的级别，这是采用不同标准的防抖级别拍摄的画面，可以做一个参考。现在防抖是关闭的，防抖是关闭就是这样的效果。现在的防抖是标准，现在的防抖是高。我是觉得日常还是要开到高，关闭防抖适合你拍摄一些固定的镜头。标准模式下，就算你日常行走的抖动程度也还会抖。那高防抖的情况下，我感觉还是可以用的。节制防抖呢，看着就比较舒服了。那在拍摄结束后，就要进入后期环节。Go3S 的素材传输方式其实还挺多的，总共有3种。第一，你可以通过 App 无线连接传输素材；第二，你可以通过线材直接连接相机和电脑传输素材；第三，你可以购买影视出的闪传伴侣传输素材。接下来我将逐一和你分析一下这些素材传输方式的优缺点。第一，无线 App 传输素材。首先你需要下载 Insta360 App， 然后开启匹配，连接蓝牙和 WiFi 后，就可以使用 Insta360 App 导出视频了。我30秒的 4K 30帧视频，码率选择100，导出时长大概有40秒，你可以做个参考。其实我个人还是不太喜欢用手机剪辑，因为我拍摄的素材一般数量都很多，而且体积很大，手机128G 的内存呢也放不开，所以更多时候还是用电脑剪辑。但如果你要把素材全部传输到手机的话，记得提前保留好你想保存的视频对应的储存空间。第二，有线传输素材。那由于 Go3S 不支持插 TF 卡，所以你省下了一笔购买 TF 卡的费用，但是代价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传输素材只能通过有线传输连接电脑和相机，而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友好，因为我电脑只有3个 C 口，一个用来连接显示器，一个用来连接硬盘，一个用来连接键盘和鼠标，就完全没有多余的接口来插线，每次我都要拔掉鼠标和键盘的拓展坞来传输素材。其实如果它传素材的速度够快的话，我也能够接受，那这样每次我只要拷贝一会儿就可以了。但是它的接口竟然是 Type C USB 2.0 的接口，每次传输素材的速度都很慢，这样还不如插一张 TF 卡用来拷卡方便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之后再开一个 TF 卡的卡槽。第三，闪传伴侣。那闪传伴侣的出现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没有 TF 卡槽，因此它出了这么一个设备，让你可以把素材拷贝到卡中。由于我这里没有闪传伴侣，所以我简单和你说一下，在官网上我看到的它的用法。如果有说错
错的地方呢，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指正。闪传伴侣就是通过连接拓展仓或电源适配器，用机身的这些数据接触点，将 Go3S 中的素材备份到 microSD 卡中，并自动删除相机中已经备份的素材。也就是说，最后如果你想剪辑，是需要通过这张卡去接入电脑或者手机去传输素材和剪辑。只能说看起来好像让本就复杂的素材传输变得更复杂。那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我认为的这个相机的定位人群吧。首先，那肯定不适合作为 Vlog 的主力机，这个前面也说了，续航和画质都不足以支撑它去进行长时间的拍摄。但是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长、有宠物的家庭以及想要拍摄特殊机位的人群。那得益于它非常小小的机身，其实你把它放在孩子身上或者宠物身上都不算一个大件，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重。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些他们的特殊视角。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去买菜，或者小猫在外面闲逛的视频，就是因为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看到的视角，所以我们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。那如果你想获得一些特殊的视角，它也很合适。市面上应该没有比这样的机器还能做到更小的体积了吧？那说了这么多，相信你也能了解到它的优点和缺点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小的相机，因为它的形态确实非常特殊。虽然续航和画质有一点影伤，但在现在各家的相机形态看起来都逐渐走向趋同的情况下，影时让这个逐渐平淡的市场变得有趣了很多。而 Go3S 如果后续还能够继续升级，在画质、夜景、帧率、续航等方面有提升的话，我相信也是会拥有很大的一片市场。毕竟这样好玩的小相机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。OK，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感谢你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和一键3连。最重要的是，感谢你的关注，我是龙谷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